大家好，我是饼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想聊一聊我这2天做的一个决定，就是说，在接下来的这1个月里呢，我打算暂停全职去跑这个货拉拉，或者是说可能每天就跑个1-2单，然后就回家。因为我不打算再交这个每个月的一个189块钱的这个平台会员费。你如果没有交这个会员费的话呢，你一天它平台就限制你只能接2单。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呢，我可能就比较少拍这种接单送货的视频了。为什么我突然要做这个决定呢？其实这背后有一个既让我心疼又骄傲的故事。前2天呢，我们家收到了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老婆呢考教师资格证这个笔试成绩出来了，然后这一次呢，她终于是过了。你们不知道啊，就是在查成绩的那一刻，我看到她拿手机都拿不稳，就心里很没底，就是感觉自己就是好像还是过不了那种感觉，而且他总是跟我说这次应该也是不行。当时呢，我就在他旁边，其实我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，所以我一直在鼓励他说，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是可以过，而且概率有70%。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，我就说反正就是能过。他就有点疑惑，然后呢，他又继续追问。他一追问呢，我就把概率呢又提高了10%，就这样子，从70、80、90，直到后面呢，他查到了成绩，还真的是过了。其实当时说实话，我也真的有点不敢相信，还真的过了。好，放进重点，祝妈妈考上教师，拜拜！祝我下次面试成功，顺利通过啊！其实呢，这一次已经是他第3次的补考了，就前面已经考了2次失败了。我记得是从2024年年初就开始参加考试，他当时考的总共是有3个科目吧，其中有2个科目第1次考就过了，但是有一个综合考试，就是考了2次都考不过，所以这一次是第3次考试了。而且每次考不过要补考呢，他需要间隔半年的时间。我觉得这个时间真的是太长了，对于他来说。最让人无语的就是每次他考不过的成绩呢，就是差个1-2分，好像第1次就差个2分，然后第2次是差1分。你能想象吗？就是那么一点点，但是就过不了。所以像每次成绩出来呢，对他来说，我感觉就是他在经历一次从希望到绝望的一个过程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折磨人了。其实这段时间我看他真的是太不容易了，像每天晚上呢，孩子们都去睡觉了，他还在那里刷题，然后有时候我看他眼睛都困得有点睁不开，但还在坚持。就像有时候在做饭的时候呢，我看他嘴里还在叨念着什么知识点啊之类的，甚至有时候炒菜的时候盐多放了1次，他都没有意识到。然后呢，像孩子作业有不懂的地方问他问题的时候呢，他答完之后他就转头回去又继续埋头学习。最让我感到心疼的是什么呢？是他开始自我怀疑，就是他总会问我说，是不是我真的太笨了，或者说是不是我真的不适合当老师之类的。说实话，每次听到这些，我的心里真的特别不好受。我真的不希望就是说他因为为了工作，然后这样的去折磨自己，但是他没有放弃，就是1次又1次的报名，然后呢1次又1次的做准备，1次又1次的走进那个考场。
这种坚持我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。然后这一次终于是过了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但是虽然说笔试是过了，但笔试过了只是说相当于拿到了一张那个入场券吧，我觉得。因为接下来还有更关键的一个关卡，就是面试。面试的时间呢是在下个月，其实这个时间我觉得也是挺紧张的。然后这是最后一道关卡了，只有通过了面试这一关呢，就才能真正的拿到那个教师资格证。所以我想了很久，做了这个决定。这个月我来当这个家庭主妇，我来做饭、洗衣服、打扫卫生啊，接送孩子啊，甚至辅导作业之类的，就是把老婆平时做的事呢都接过来，让我来做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其实理由很简单。第一呢，像货拉拉平台上这个月的订单也是比较少，行情比较淡，所以每天跑下来其实也赚不了多少钱，那就相当于少赚一些钱，然后有更多的时间，是吧？可以来做这件事。第二呢，也就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老婆需要全力备战了。因为这个面试呢，它跟笔试不一样，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练习讲课啊，练习答辩啊，需要不断的模拟演练。因为面试官他都是随机去抽查的，所以只有你把每一个知识点呢都熟悉掌握之后呢，所以才有可能过关。然后第三呢，其实这些年呢都是老婆在默默的支持我，在背后撑着这个家。所以我觉得现在也该轮到我了，就是我想让他感受一下被全力支持的那种感觉吧。可能很多人会感觉就是说，在家里带娃，然后做饭、打扫卫生这些事情好像很简单。但是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，其实这有多难。老婆平时在家做什么呢？你看，像早上6点钟闹钟一响，她就得起床，然后准备早餐，叫孩子起床。吃完早餐之后呢，就得送孩子去上学，完了回来之后又得去买菜啊，是吧？那这样一折腾，最快也差不多要到上午的9点多左右了吧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稍微有一点自己的一个时间，他就可以学习一个半小时左右，差不多到了10点半、11点这样子，又得开始准备做午餐，因为中午还得给孩子送饭，然后送完饭回来之后呢，简单洗刷一下呢，就差不多到了下午的1、2点钟了。那这个时候再学习一个多小时的话，也差不多3点半左右了，那就差不多又到了小孩子放学的时候，就得去接小孩子回来。接完小孩子回来，又是开始做饭、炒菜，是吧？然后辅导小孩子写作业，然后晚上吃完晚饭呢，就还得再收拾一下家务嘛，检查孩子的作业之类的，然后再准备一下明天的早餐。这一系列动作真的是忙个不停，我觉得从早上忙到晚上。再说周末的话，因为孩子他们没有去上什么兴趣班，所以就在家里。那这个时候老婆也另外给他们布置了一些学习任务，再加上自己还要备考，是吧？周末的时候他还得采购一些家里的生活用品之类，就1周的生活用品之类的等等的这些琐碎的事情。所以说做这件事情呢，既耗精力又耗时间。但是你们知道其实做这件事最可怕的是什么吗？最可怕的我觉得不是累，是看不到成果，就是得不到反馈。因为就相当于你做了一桌菜，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吃完了，你打扫的房间可能花不到半天又搞乱了，然后你耐心辅导的作业呢，小孩子可能转过身又做错了，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周而复始。时间长了，我觉得真的是个人
都会觉得有一种无力感，就是那种自我价值感会越来越低，就会开始自我怀疑，怀疑自己的价值在哪里，或者是觉得努力没有什么意义。但实际上呢，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才是一个家庭幸福的基石。你像我每次收工回家，一到家呢就能吃到热腾腾的饭菜，是吧？然后每次孩子遇到作业有遇到不懂的难题啊，总会有人耐心的去指导他们。然后家里永远都是保持干净整洁，让人一进门就感觉很放松。其实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，因为这些都是老婆的付出。说实话，现在让我来做这件事，我内心真的是有点慌。因为我怕自己做不到他那么的耐心，那么的细心，但是我还是会努力，因为我想让他知道呢，我看见了他的付出，我也能理解他的不易。从结婚到现在呢，老婆一直在家里就是当一个全职太太。就最开始那几年嘛，我自己做生意，然后收入也还不错，所以呢，日子也过得相对比较舒服。那时候我其实压根就没有想过让她出去工作之类的，我就觉得我一个人养家其实就已经足够了，没必要她也去工作。但是呢，直到疫情发生的那一年，这一切都变了。直到后面我的生意呢倒闭了，收入也瞬间就断了，所以无奈之下我就开始跑货拉拉，然后这一跑就是到现在也快3年了。这3年来呢，我觉得日常开销其实勉强还能应付，但基本上是存不下什么钱的，甚至很多时候都是那种入不敷出的一个状态。而且现在就是说2个孩子也在一天天长大，开销也会越来越大。我一个人的收入，说实话真的有点勉强。其实老婆呢，她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她比我更清楚家里的一个经济状况，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支出开销都是她在安排的。所以呢，她决定出来工作，为这个家呢分担一些压力。但是他不想随便找个工作嘛，他还是想要一份有价值，然后相对来说比较有未来的一个职业，所以他选择考教师资格证，而且他是本科学历，有这个资格去考，也有这个能力去考。而我呢，其实除了干点体力活之外呢，真的没有什么一技之长，就早年在做生意攒的那点积蓄呢，也快被这几年的生活消耗光了。所以我特别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拼，为什么一次次考试失败还会继续，因为他这个不仅是为了自己，我觉得更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们的未来。沙拉很少，是面包黑，肉硬，没生菜，差评。所以啊，这个月呢，我会好好的照顾这个家，好好的照顾孩子，就是让老婆能够更安心的备考。货拉拉的视频呢，可能会少一些，但是呢，我仍然会记录一下这段时间我当家庭主妇的日子。其实啊，我觉得每个家庭都有他自己的不容易，有的人呢在外打拼，有的人呢在家守护。他这里面呢，其实并没有说谁就比谁更重要之类的，只有互相的理解，互相的支持，然后这个家才能稳稳当当的走下去。最后呢，我也想对所有的全职妈妈或者是全职爸爸说一句，你们的付出真的很伟大，你们值得被看见，也值得被感激。也请大家为我老婆祝福一下，希望她这个月的面试呢能够顺利通过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